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变化，这场变革会刷新我们很多人的底色。我们经历了一些涉及到政治观点的探讨，或者说大家都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开始进行表态。因为语言上的表达还有伪装的可能，但是身体很真实。我们原本看到很多游走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在中国待半年，在美国待半年，是吧？有一些人认为我在美国待得更舒坦，那么还有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待得很惬意。这种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看到有更多的人宣誓入籍美国。那么新的护照发下来以后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今年上半年就开始回国。他们回国干两件事：祭祖、卖房。包括还在国内的，包括一些曾经做过官员的，都选择在这个中秋节之前回乡祭祖，因为他们知道整个中国就要开始进入一段不稳定的这个时期了，可能至少需要10年。我们看到祭祖的人，无论是从大城市或者是从国外赶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心里都不确定，等他们下一次来的时候，他们祖先的坟茔是不是还在这里？即便是在公墓，整个国家不会再有什么完全安全的地方。卖房的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长期持有绿卡很多年，他们为什么要急着回去卖房呢？因为他们预测到中美之间是玩真的了，房价没有可能再持续攀升了，到了应该收割的时候了。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反应比较迟钝的人已经不容易卖房了。今天我们看到了川普又发推了，把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或者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解除职务，被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强硬，是吧？在伊朗问题上过于强硬。虽然大家都没说，但是他的强硬不仅仅是对伊朗的，其实还有对俄罗斯、对朝鲜、对中国。2019年的5月份，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先生到访美国的时候，跟博尔顿就有过一次会谈。这是1979年1月1号两国断交以后第一次。那么很多内地的民众不太熟悉李大为这个人，其实他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川菜通话的时候，他就是在现场的4个人之一，跟着蔡英文围着电话的，是吧？那么当时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是现在的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先生。2018年他们调整了位置，也就意味着美国开始调整了政策。紧接着我们就看到7月份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访问加勒比海4国，行程一共11天，他在美国前后待了4天。还有更多的消息。明年5月份，世界仪仗队锦标赛是吧？或者叫仪队锦标赛，中华民国国防部以国防部仪仗队的名义出现在团体赛场。2018年、2019年，我们知道台湾以军装仪仗队个人的名义参赛，那么空军拿到了2018年的第4名，2019年的第9名。那说明仪仗队参加比赛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以前是以个人，而明年5月份将是以中华民国国防部仪仗队的名义出现在赛场上。而且按照台湾国防部正式的公告，美方表示不惜排除一切干扰。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军队仅仅哪怕是仪仗队正式出现在美国，出现在国际赛事中，这些表现都逐渐的让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很真实的出现问题了，有后果了，不仅仅是打打嘴仗了。美国人在说中美贸易问题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它更是一个人权问题，最终它是一个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它可以谈10年，甚至可以谈几十年。许多人还在想，新闻还在热炒是吧？所罗门群岛跟台湾的关系是不是出现松动了？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叫图瓦卢是吧？也有可能与台湾之间会出现新的外交关系，怎么相处？是不是台湾在国际社会中被越来越多的受到挤压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各式各样的媒体都在刊登类似的消息，并且蔡英文总统也做出了正面的一些回应。但其实人们可以关注一下中华民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的升温。博尔顿是下岗了，但是整个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中华民国正以我们不太注意的方式逐渐浮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中美贸易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在海外，哪怕已经获得了其他国家国籍的这些侨民，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支持共军的这些集会上。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洛杉矶的一个庆祝中共建政70年的这么一个庆祝晚会，包下了一个剧场，那么座位上寥寥无几是吧？到处都是空位。
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对吧？每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更不用说70年这么一个大庆。但是一切都变了，人们很真实的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心态，每个人都在心里有一本账。中国目前的变化是谁都阻拦不了的了。当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不是1、2个男儿就能扛得过去的。我们一直在说中美之间的问题，它最终会导致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虽然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给了我们足够的预警。不要看看人们在说什么，看看他们在怎么做。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自我保护是你最真实的写照。你的身体、你的行动都是很真实的。仅仅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对不对？看一看变化吧，看一看整个世界正在出现的变化。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的在网络上、在口头上去站队。你自己应该做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其实你很清楚。你看一看你身边的朋友，看看他们在怎么做，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好了，谢谢大家，再见。